猪肉5毛1斤的80年代，你上山打猎一次就狂赚上千块，别人3天饿9顿，而你家却实现吃肉自由，只因你带着超前的记忆重生在80年代。这一年家里条件十分艰苦，一个弟弟和2个妹妹瘦成了皮包骨，父母为了操持整个家庭也累得浑身是病，你自然而然地肩负起了养家的重任。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吃不饱穿不暖，而屯子边上的山林里各种动物满山跑，于是你决定上山打猎来解决眼下的困境。你仔细回忆着那些年发生的事情，当年有个罪犯逃到这边被抓获，据说此人被抓获前曾把枪埋在了后山的破庙里，过了好久才被一个放羊的牧民发现，于是你决定前往后山的破庙把枪挖出来。转眼你带着工具来到了后山的破庙，你深吸一口气，抡起锄头就开始挖。不一会，一个麻袋就被你从地里拽了出来。打开麻袋，一支8成新的半自动步枪映入眼帘，此外还有整整200发子弹和1块2两重的金疙瘩。你决定今天就打点肉回去让家里人都解解馋，于是你扛着步枪就往深山走去。大约走了1个小时，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猎物的声音，你担心猎物闻到你的气味，便小心翼翼地绕到下风口缓缓靠近，在距离不到100米的灌木丛后缓缓探头向猎物看去。只见前方一棵橡树下，一头野猪正在拱着雪地，你端起步枪瞄准野猪，扣动扳机，直接就是2枪。下一秒，这头野猪直接一头栽倒在地，你赶忙起身快速向野猪跑去。为了防止野猪假死伤人，你又是一枪打在野猪脑门上。这是一只200斤左右的雄性野猪，你想着家里人马上就能吃上肉，便不自觉地笑出了声。下一秒，你砍了些木头，用麻绳绑了起来，做成一个简易的拖车。你弓着身子拖拽着这头野猪，足足走了2个多小时才回到家。你使出最后一股力气把野猪拖进院子里，直接一屁股坐在了野猪身上。听到动静，大家都跑了出来，看着眼前的野猪，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你扶着腿艰难地站起身说道：“爹娘，老弟，你们把野猪收拾一下，咱们中午吃肉。”此时你背着枪站在院子里，估计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解释野猪和枪的事儿，你思索再三，还是决定把事情的经过如实告知家人。2个妹妹听见你说今天中午吃肉，都激动地从屋里跳了出来，笑得2个大眼睛都快没了。弟弟也满脸笑意地帮忙卸猪肉。另一边，你拉着爹娘来到屋内，把早上挖出来的东西摆在炕上。老2口这时已经有些惊慌失措，特别是看到那块金疙瘩的时候，老2口像是听天书似的听完你的解释。过了一会，父亲迟疑地问道：“也就是说，现在枪和黄金都是咱们的了？”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这是除了我们3个人，谁都不知道这个事。父亲端起步枪仔细地端详起来，脸上不时地露出满意之情。母亲更是笑呵呵地拿起金疙瘩，用衣角使劲地擦拭着。咱去把野猪处理一下吧，那3个小的都要馋哭了。父亲笑着说道。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忙前忙后，很快一桌子肉菜就做好了。大家吃的是满嘴流油，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洋溢的笑容。隔天一大早，你带足干粮，拿起步枪压满子弹，再次进山，一边警惕地四下打量，一边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这漫山遍野的山林已经铺上了厚厚的积雪。突然一道影子飞快地从你身旁窜了过去，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野兔。下一秒，你直接端起枪，砰的一声，野兔直接从半空中跌落在地上。简单处理好野兔后，直接扔进麻袋里，接着继续寻找着下一个目标。大概过了1个小时，你发现在前方200米处的灌木丛里有2只野鸡正在觅食。你瞅准时机，抬枪瞄准，只听砰的一声，2只野鸡应声倒地，一发2中。正当你准备上前捡起野鸡的时候，突然一只红色的动物冲上前，叼起一只野鸡就要往林子里钻。哎呀嘿，你这是给我送肉呢，还是跟我抢食的？太不尊重我的枪法了吧！你对着那个红色的动物喊道。你顺手打开步枪保险，瞄着脑袋就是一枪就打了过去。那红色动物连声音都没发出，就僵直着身子趴在了雪地上。你跑到近前一看，竟然是一只很大的火狐狸。在那个年代，狐狸这种动物的皮毛是非常值钱的。你赶忙弯下身子处理起这头火狐狸。完事后，你看了看太阳的位置，发现已经过了中午12点。你掏出一块大饼子，在这冰天雪地里，一边继续寻找着猎物，一边啃着大饼子，又瞎溜达了1个多小时，期间再也没看到过合适的猎物出现。你仔细回忆着屯子里那些猎户和屯民说的那些叫做狍子沟、黑瞎子沟、野猪林的地方。你仔细观察四周，猛然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就是同屯子猎户们常说的狍子沟外围。你慢慢的往狍子沟里移动，尽量不发出声音，大概走了2-3里地，终于发现在前方不到300米处的地方有6-7只狍子在啃食树尖上的嫩芽。幸好现在是逆风，你压低身子缓缓靠近，等到距离狍子还有100来米的位置，你端起步枪调整呼吸，一连开了6枪。远远的就看见有3只狍子中弹倒地。你快步走到狍子跟前查看，一只狍子脑袋中弹当场毙命，差不多50斤左右。第2只脖子中弹还在轻轻的抽搐着，大约30多斤。第3只就厉害了，只是伤到了2条腿不能动弹，但是还活着，嘴里还不断发出惨叫声。死的狍子不咋值钱，但如果是活的，那想要的人可就多了去了。于是你决定明天就去县里将今天的收获卖掉。下一秒，你拖着今天的猎物慢慢的往山下走去。走到一处山谷时，你隐约看到1里地外有3个人在山顶上向你跑来。3人都戴着狗皮帽子，穿着皮毛大衣，手里还都拿着枪，嘴里还不断的冲着你的方向大喊着。你立刻警惕起来，立刻端起枪准备震慑一下这3个人。不料只听见砰的一声，子弹贴着你的耳朵呼啸而过。尼玛，这比牲口还牲口啊！这是要整死自己的节奏啊！你骂骂咧咧道。下意识你往左一跳，直接趴在一棵大树背后。还没等你缓过神来，又是2声枪响，子弹打在了你眼前的这棵大树上。过了一会，听到没了动静，你直接原地打滚，滚到了一丛灌木后边，快速侧身扫了一眼，其中1个人端枪往这边瞄着，另外2人正往这边跑着。你深吸一口气，瞅准时机，单膝跪地，端枪上脸，稍微露头，略微瞄准，对着那2个跑的就是2枪，也没敢看打没打中，闪回灌木丛后，直接又是趴在雪地上滚到了另一边的掩体里面。这次的掩体灌木丛树枝和地面大约呈45度角，你趴在地上正好可以从这个角度偷偷向
向外看，只见其中2人趴在远处雪地上，估计是凉了，而那第3个人则是直接消失不见了。你趴在掩体后一动也不敢动，因为不知道第3个人的位置，心想这下可麻烦了。大概过了10多分钟，你听到远处啪的一声，随即看到一棵得有3、4个人才能抱住的红松树后，扔出一个东西掉在洼地里，也没看清是啥东西。此时大红松后那人紧张兮兮的，一脸的恐惧，心想今天这是碰着硬茬子了。刚才这人扔出去的东西是这人头上戴的狗皮帽子，这人寻思弄出点动静把你调出来，奈何你不为所动。不到2分钟，这人就感觉脑瓜皮冰凉，在这冰天雪地的环境下不戴帽子是绝对顶不住的。又过了一会儿，这人终于是忍不住了，大声喊道：兄弟，我认栽了，求求你放我一马吧！你不吭声，就这么悄悄地瞄着那棵红松树，随时准备开枪。这人见你没反应，随即又喊道：大爷行行好，小的保证马上就走，再也不上这片地界来了。而你这边却稳如一条老狗，随便他说什么你就是不动。10分钟后，那人果然先忍不住了，在树后面不停地探出一小截身子试探，忽高忽低，忽左忽右，速度非常快。此时你顿感不妙，仔细看那棵红松树周围，发现大约7、8米的距离有一个很大的灌木丛。你眼睛一亮，慢慢地移动了枪口，突然瞅见那人试探几下后，迅速朝着灌木丛以 S 型走位跑去。你看准时机起身就是2枪，只见那人直接惨叫一声倒在雪地里。等了几分钟，你端着枪缓缓靠近，等走到跟前才发现这人已被击毙。你回头又走到之前那2人旁边，那2人同样倒在雪地里奄奄一息。你这才安心的放下枪，顿时感觉全身都软了下来，一屁股瘫坐在雪地上，缓了好半天这才站起来，走到不远处那个被这3人丢在一旁的麻袋处，打开袋子一看，惊得你瞪大眼睛，一声惊呼：哦哟，好东西还不少，有10几张各种动物的皮毛和3、400发子弹，还有2个长度约30公分、形状十分完美的野人参。随后你把这3个人的枪支收罗到一起，3把老旧的莫辛内干步枪，不过保养的还算不错，拿去卖的话也能卖个1800块钱。你仔细查看了这3个人的随身物件，发现这3个人并非本地人。你突然想起昨晚父亲嘱咐你的话，让你赶山的时候千万小心，隔壁村有几个独居在山里的猎户最近都离奇失踪了。一想到这，你怒火中烧，恨不得再枪毙这3个家伙一回。这3个家伙8成是抢劫杀害了那几个独居的猎户。处理好一切，你拖着一堆好东西就下了山。2个多小时后，天已经黑了，你也回到了自己家门口。父母和弟弟妹妹听到动静都跑出来迎接，这么多好东西啊！母亲激动的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你开始搬运着今天的收获，弟弟妹妹们也开心的上前帮忙。处理完猎物后，你拎着那3个人的麻袋叫上父母来到屋内，你一把将东西全部倒在炕上，并把今天的遭遇跟父母讲述了一遍。老2口谁也没关心炕上啥东西，各种复杂的情绪挂在2口子脸上，母亲更是眼泪都流了下来，一直捏捏着拍拍耐的检查着你的身体。母亲满脸忧愁的说道：咱别进山了，就种地挣工分也挺好，苦点累点没关系。你赶忙解释道：爹娘你们不必担心，今天这事儿跟进不进山没关系，我就是碰着劫道的了。你巴拉巴拉对着父母一顿劝说，终于打消了2老各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经过1晚上的整理和商议，一家人最终决定除了2颗人参不卖，其余的全部拉到县城卖掉。当天晚上，母亲把1只野兔和1只野鸡炖了，一家人又是美美的饱餐了一顿。隔天，你向村里的一户人家借了一辆骡子车，吹着透心凉的小寒风，一路奔着县城而去。等你到达集市时，已经大约快10点了。你拴好骡子，一边卸货一边开始吆喝起来。经过你这么一吆喝，直接就吸引了一大群人的注意力。经过半天的讨价还价，最终一共到手50块钱，这收入基本跟那些正式职工1个月工资持平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猪肉才5毛钱一斤。至于那3个人麻袋里的东西，你打算去供销社卖掉。正当你走出集市不远，猛地抬头，竟发现是上一世让你魂牵梦绕的女人穆雪晴。霎时间，你就那么牵着骡子，呆呆地站在马路边，直直地看着穆雪晴。过了好一会儿，你才从痴呆中醒了过来。只见一个中年妇女正对着穆雪晴呵斥着：今天你必须得给我嫁过去。声音很大，你听的那叫一个清晰。这时穆雪晴已经哭了出来，下一秒那中年妇女又急头白脸地说道：那彩礼都用在你那要账爹身上了，还有你那败家的弟弟，那可是600块钱啊，你让娘怎么办？那中年妇女也哭上了。在爆炸边缘徘徊的你一下冷静了下来，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这是穆雪晴家里缺钱，穆雪晴母亲急着把穆雪晴嫁出去，好换得一笔彩礼。上一世的你因为家中困难给不起彩礼，这才与穆雪晴错过了。下一秒你直接走到穆雪晴面前，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穆雪晴。穆雪晴猛地抬头看见了你，直接从哭转笑，伸拳打了你的右肩一下，说道：你又整这傻样。另一旁的穆雪晴的母亲却怒了：你们是怎么回事？你们这关系已经多长时间了？下一秒你义正言辞地说道：阿姨您好，初次见面，先请您原谅晚辈。说完对穆雪晴母亲鞠了一躬，不给穆雪晴母亲插嘴的机会，你继续加重语气说道：您不经雪晴同意私自给雪晴包办婚姻，这是违法的。此时穆雪晴母亲半张着嘴，睁大眼睛惊讶地看着你，也许是你的一顿有理有据的说辞，真的把这位在土地里刨食了半辈子的女人吓住了。突然穆雪晴母亲直接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这可咋整啊？这可是600块呀，砸锅卖铁我也还不起啊。听到母亲的哭声，穆雪晴低着小脑袋，咬着小嘴唇，也哽咽了起来。你气急败坏厉声说道：不就是差钱吗？我给你拿不就完了吗？真的吗？姑爷儿！穆雪晴母亲蹭的一下就从地上站了起来，你对穆雪晴母亲突如其来的态度转变惊到了，为了这600块钱竟然直接叫你姑爷了。你转头看向穆雪晴，而穆雪晴竟然没有一丝反应。你能不能再听我跟你娘说啥呢？你倒是说话呀！你皱着眉头对着穆雪晴说道：我跟你娘商量，我把那600块钱拿上给他们还回去，你跟我结婚，咱俩过日子，明白了吗？你怕穆雪晴没搞清楚状况，再次跟他强调了一遍。穆雪晴低下了头，然后就说了一个你转头对穆雪晴和他母亲说道：你们先跟我去趟供销社，然后咱们先把那600块钱还了，再商量结婚的事。转眼穆雪晴和母亲坐上了
你的骡子车跟着你来到了供销社。穆雪晴母亲说道：“你领着雪晴去办事吧，我就在这看着车，车上这些东西放外边怪不放心的。”你皱了皱眉头答应道：“我们很快就出来。”进了供销社后，你再也忍不住开口道：“雪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穆雪晴此时似乎很委屈地质问着你说道：“你说过毕业后就来我家提亲的，你为啥不来？”一句话让你顿时怔住了，恍惚间你有点模糊的记忆开始清晰起来。当初自己辍学离校后去找了穆雪晴很多次，每次穆雪晴都会从教室或者宿舍出来，而你每次走的时候都会对穆雪晴说毕业后去穆雪晴家提亲，而上一世的你却失信了，眼睁睁地看着穆雪晴被嫁了出去。此时你强忍着眼中的泪水，内心的滋味是五味杂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下一秒你直接一把将穆雪晴抱在怀里，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真好。过了好一会，旁边一位路过的老大娘不太开心地说道：“要抱回家抱去，别在这丢人现眼。”说完撇着嘴就走了。穆雪晴连忙推开王安，王安气得刚要说话，穆雪晴又连忙用力拽了王安一下。王安看了穆雪晴一眼，嘎巴嘎巴嘴，叹了口气，小声对穆雪晴说道：“这死老太太真是多管闲事。”穆雪晴捂着嘴，小声发出咯咯咯的声音。王安看着偷笑的穆雪晴，真想拽过来再抱一会儿，顺便再相一个。前世的王安进大狱前，走过全国各地，见过的女人不计其数，认识接触过的女人万万千千，深入接触过的女人也有千千百百，而能和穆雪晴媲美的不超一手之数。稳了稳心神，说道：“走吧，咱先把正事办了。”拎起刚才被扔在地上的麻袋，领着穆雪晴来到收皮毛的柜台那。收货员看着王安把一张张卷成桶状的皮毛放在柜台上，笑呵呵地说道：“小兄弟，这是打算卖了皮毛娶媳妇吗？”刚才王安和穆雪晴的表演，整个供销社的人都看到了。王安一听也不尴尬，笑着答道：“呐，大哥好眼力啊！那大哥您看在我要娶媳妇的份上，可得帮帮忙，给我这些皮子评个好等级啊！”收货员边打开皮毛卷上的细麻绳，边一张张摞在一起，然后哈哈大笑道：“好说好说，那都不是事儿。”收货员拿起笔，又拿起尺，量了一下老虎崽子皮，并说道：“这张皮毛基本价600，长度比基本尺寸大1寸，算优等，给你和630，咋样？行啊，大哥，老弟信着你了，你就整吧，不用说这么细，直接说多少钱就行了。这年头计较太多也没用，爱买不买，同样爱卖不卖。”在东北，虽然少见墙上贴着“不许无故殴打客户”字样的标语，但收货员也是不惯着顾客的，在柜台朝顾客这边贴着一张收购价格表。王安看了几遍，基本都差不多背下来。那种小兄弟敞亮人啊，哈哈，然后进程就加快了许多。大皮紫貂370，价格表上是基本价350元，狐狸皮60，狐狸皮60或狐狸皮80，价格表60元，黄皮4张完整的一共32，两张残破的一共9块，价格表8元，灰狗子9张完整的18，四张残破的4块，价格表2元。又等了一小会儿，收货员拨弄算盘算好账，并递给王安一张纸条，说道：“小兄弟，一共1263块，你拿着纸条上中间财务区那拿钱。”王安随手接过纸条，笑道：“好嘞，谢谢大哥。”收货员没说话，摆了摆手。王安领着穆雪晴又来到收药材柜台，把2颗熊胆放在柜台上。收货员很沉默，分别看了看2颗熊胆的品质，面无表情的拿起戳子，早期称金银人参等贵重物品专用，相当于天品。分别称完后，直接报价道：“草胆210，铁胆315，一共525。”王安直接回答：“中啊，开条吧。”收货员很快速的递给王安一张纸条。来到五金区，这年代供销社是卖枪的，也是收枪的，但只收受长枪，因为国家是鼓励狩猎的。王安把那仨牲口的3条枪放在柜台上，售货员显得有些惊讶，但并没有说什么，而是仔细的挨个检查每条枪的零部配件。这时，王安仔细的把柜台前贴着的售卖价格表看了一遍，心里对各种枪的价格都有了大致了解，并把自己有的这几种枪价格记了下来。56半全新的是1150块钱，旧的950；双管猎枪全新550，旧的400；单管猎全新280，旧的180；莫辛内杆旧的650。心里不由感叹，枪这玩意儿啥时候都不便宜啊。过了好一会儿，售货员才检查完毕，然后开口说道：“单管猎120，双管猎270，莫辛内杆300。”听前面2个的时候，王安还不住点着头，听到莫辛内杆300的时候，王安不由开口道：“同志，这莫辛内杆为啥差这么多呢？”售货员面无表情的说了一句：“这枪就是这个收购价。”王安纠结了，卖了实在太亏得慌，不卖留着还啥用没有。王安正在纠结呢，就感觉有人拉了自己衣服一下，回头看去，见穆雪晴对自己说道：“要不这枪先别卖了，留着备用吧。”王安立刻同意，对售货员说道：“这个莫辛内杆不卖了，其他2个开条吧。”接过纸条，领着穆雪晴去财务区，拿着2178块钱，足足2沓子大团结和散着的大团结，巨款啊！王安感觉幸福生活已经开始，2000多块还真没少卖。小声对着穆雪晴发出疑问：“雪晴，咋感觉你一点都不惊讶？”穆雪晴想也没想就反问道：“你不是说过你在跟着老炮手赶山吗？你不是说你也老吴你了吗？我说过吗？”王安不禁反问自己，主要年头太久，对于前世自己年少时说过的话和吹过的牛逼是一点印象也没有啊，只能含糊应了一声，然后又问道：“你娘那边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子就同意咱俩的事儿了？”穆雪晴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我早都跟我娘说了你的事了呀，要不是你一直不来，哪有这些事儿发生？对了，要不是今天碰到了，你是打算什么时候去我家？”王安脑袋疯狂运转，总不能说我已经重生了，前世吹过的牛逼和说过的豪言壮语都特么忘得一干二净，不管前世和今生也压根都没打算去你家提亲吧？哎呀我天了，这不是要我老命吗？内心慌乱，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变化，本打算就是凑些东西卖掉攒点钱就去你家的，也就明后天吧。介绍人没人，说那郑飞一直催呢，要么还钱，要么完婚，都要急死我了，你当初怎么不把郑飞揍死呢？烦死了。穆雪晴蹙着眉头，似乎很不开心的说道。王安尴尬的说道：“揍他一顿没毛病，但是真要揍死的话，是不是有点犯不上啊？”其实王安尴尬的是，前世穆雪晴就这样被逼无奈嫁给郑飞的，原因却是出在自己的不作为上。哎，
想想前世的自己，还伤心，还无奈，还失魂落魄，真特么自己把自己恶心的要吐了。哥，你这么认真干什么？还能让你杀人咋的？完事了吗？咱们走吧。穆雪晴又欢快起来。等等，有钱了不花点是我的性格吗？走，买好吃的去。王安美滋滋的领着穆雪晴来到副食品区。王安悄声对穆雪晴说道：“等把你那事儿解决了，咱们就结婚。明年开春咱们再建个新房子。”穆雪晴红着脸，只是轻轻的哼了一声，因为很多东西都要票，其实能买的东西也没多少。罐头不要票1，45块钱一瓶，这个年代绝对的奢侈品。来一箱12瓶17，4。麦乳精不要票2，85块钱一罐，奢侈品中的贵族。来一箱12罐34，2。汽水不要票2毛一瓶，瓶子押金5分，来2捆，用细麻绳捆着。特意查的，24瓶6块钱。饼干有票1斤6毛，没票1斤9毛，没饼干票可用细粮票代替。王安自然舍不得，来10斤9块钱，糖类全要票，没票不卖你，得找店买点票啊，不然这想吃点啥也忒他妈费劲了。王安默默地琢磨着，15斤细粮，来10斤精白面，5斤大米，白面1毛8一斤，大米2毛2一斤，还行。买米买面都会给个小面袋子，又单独花1毛钱买了2个面袋子，不然一会儿没法分。完事，其余的东西只能看看。想了想，还是走吧，招呼穆雪晴一声。两人走出供销社，两人走到骡子车跟前儿。王安看到穆雪晴母亲在偷看那2块剩下的狍子肉，一种心酸的感觉油然而生。之前听到穆母对穆雪晴的呵斥时，王安就了解到穆雪晴家的生活状况很不好。王安一直在努力回想念书时的点点滴滴，但能想起来的实在不多。想起有一次学校统计家庭成员，穆雪晴的父亲叫穆华，母亲叫柳如心，有个弟弟叫穆雪梨，还有个妹妹叫穆雪婷。记得那时王安还问过穆雪婷，说你们姐3个的名字是谁起的？穆雪晴说是他爹，然后王安开玩笑的说，你爹是多不喜欢下雪啊，你们姐仨就跟雪干上了。然后穆雪晴有好多天不搭理他，咋献殷勤都不搭理他。现在还是集体制，每年以公分为标准分粮分物。穆华身体不太好，干不了多少活，肯定没多少公分。穆雪晴初中毕业前一直还念书呢，肯定也没公分。穆雪梨也是念书的，王安知道。穆雪婷还小不算，这一家人就柳如心能挣公分，而男劳力是10分的话，女劳力正常也就8分。这日子好吧，自己选的。想完这些，王安笑呵呵地对柳如心说：“婶子，等急了吧？”柳如心也笑道：“没事的，姑爷儿，事儿都办完了。呐，办完了，咱们是直接把钱给那姓郑的送去，还是先去找介绍人呀？婶子，找介绍人，我们还没见过老郑家的人呢。雪晴老是不干，没找我今天来就是寻思打听打听郑飞那孩子啥样的。可是姑爷儿啊，你可不能埋怨婶子啊！你说你这，俺家雪晴都等你1年半了，婶子实在是没法啊。”说着还要再掉眼泪。哎呀，婶子可别这么想，我王安不是那人。再说这事儿也都怪我，中了昂，把心放肚子里吧，有你姑爷儿在，妥妥地。王安马上半安慰半保证的说道。听到这话，柳如心立马没了刚才的眼泪，笑的那叫一个灿烂，眼睛有意无意的又开始打量起刚才王安和穆雪晴买的那堆东西。王安嘴角抽了一下，丈母娘不是凡人啊。王安刚想掏钱交给柳如心，习惯性的看了看左右，发现有不少人，突然想到穆雪晴家就在靠山屯不远的苏家屯，大约也就5、6里地，去他家正好路过自己家，还是直接把他们送回去吧，安全点。再说看样子柳如心和穆雪晴应该是走着来县城的，这路程也挺远的。想到这里，王安说道：“婶子，正好去你家认认门，我就直接把你们送回去吧，你说咋样？”婶子，这个时候王安是不能请柳如心他们去王安家的，因为程序是王安先去穆雪晴家，同意留吃饭，不同意就不留吃饭，这叫相亲。然后穆雪晴的家人同意了的话，穆雪晴的全家人跟王安一起去王安家，这叫相门风，就是看看男方家什么情况，两家人都同意了就当场订婚，这叫过彩礼。女方家全部回家，王安领着一帮人去娶亲，王安把穆雪晴自己接回家里，这叫办喜事，才全部完活。若是有介绍人的话，就是把每个环节都加上介绍人就行了，程序啥也不变。当然这只是这地儿的大部分人都知道的程序，但是此时的东北从关内来的人是很多的，像当初从全国各地来的开荒人、闯关东的人、各大林场出建石支援建设的人，以及知青，还有顺口溜说的那部分人等等等。所以此时的东北说是各地风俗民俗大融合和也不为过，互相影响、互相同化、互相团结。当然现在这种操办是不允许的，政策不允许，各个家庭的生活条件也不允许，吃饱都费劲，这种操办的耗费没有任何普通家庭能承受，所以结婚也极其简单。那太中了，正好今天就把你俩的事儿定下来。雪晴都21了，都要成老姑娘了。柳如心很开心的说道。柳如心的话，穆雪晴没有丝毫反应。王安偷瞄了穆雪晴一眼，笑着说道：“内中做好了，咱们走着。”3人返回，还得路过那个小集市，小集市上有卖包子的。王安看日头也晌午了，本应去饭店吃饭的，但此时是没有私人饭馆的。国营饭店倒是也不贵，奈何囊中羞涩没粮票。不过这时能吃上肉包子的也算有钱人了。拽缰绳喊停骡子，用面袋子买了50个大肉包子，一个肉包2两，有粮票肉包子5分一个，没粮票8分一个。看着王安买这么多的包子，不管是旁边的人还是卖包子老板，都是习以为常，没有丝毫惊讶或震惊的表情，有的只是羡慕。这年头人们饿呀，把车停在被封的地方，3人对着包子就开吃，没有菜，没有粥，哪怕连水也没有一口，但吃的3人也都是满脸的满足。这年头包子能这么往饱吃，太香了呀！柳如心吃了5个包子，刚想伸手再拿，看了看包子口袋，咽了咽口水，缩回了手。王安注意到了，穆雪晴也注意到了。王安装作不经意的说：“咱们得把这些包子都吃没才行啊，不然传出去说我王安抠搜，不让媳妇和丈母娘吃饱，那我得多丢人啊！”是不，雪晴，是不，婶子。紧接着又说道：“雪晴，多吃啊，婶子，快吃啊，一会儿凉了就不香了。”听到这话，柳如心犹豫了下，才伸出刚才缩回去的手，脸上出现了满意的笑容，不知是对包子满意，还是对王安这个姑爷儿满意，或许是都很满意。很快大家都吃完了，王安自己吃了不知是15个还是16个，反正袋子里还剩14个，3人应该是都吃饱了。这包子挺好吃的，给咱们的弟弟妹妹们带回去点。中部，穆雪晴跟王安商量着说道。听到这话，王安心里暗道惭愧，自己还是想得太少，也想得很不周到。
道，这年头只要跟白面有关的食物，只要跟肉沾边的食物都是美味，何况包子，那咋不中？等会儿我这就去买。从穆雪晴那里拿了个装干粮的打了好几个补丁的布袋，又拿着剩下的那个打算分米面的布袋，王安又朝包子铺跑去。这一次，王安把包子铺的包子全买完了，一共106个。想了想，在穆雪晴的布袋里装了56个，自己家现在暂时也不缺肉，何况自己还要进山的，总感觉穆雪晴家的生活似乎很差很差，有能力就多帮帮吧。拎着2大袋包子，走到骡子车跟前儿，把剩下那14个包子也都倒进了穆雪晴那个布袋子里。这年头，谁也不会嫌弃或感觉丢人的。仨人准备赶路，此时王安感觉很渴，吃了15、16个包子，不渴就怪了。想了半天，感觉差点什么事儿，四处打量，看到车上的麻袋才想起来，汽水忘了喝了。这特么一天天的，刚才穆雪晴提醒买包子时，还感觉自己差劲呢，现在咋感觉自己更差劲了呢？想到这里，王安连忙打开麻袋，解开捆汽水的麻绳，拿出一瓶汽水。因前世进篱笆子前，没少喝这种玻璃瓶装的汽水和可乐以及啤酒，习惯性的要用牙磕开，到嘴边了，感觉好像不太好。然后把瓶盖垫在车的木板棱角处，稍向下用力，瓶盖就下来了。先递给柳如心，并歉意的说道：“婶子，渴了吧？喝汽水。刚才吃包子时都给忘了。”柳如心刚要推辞，只见王安已经低着头，左手又从麻袋里拿了一瓶，这才接过喝了一小口，看表情似乎很享受。这一瓶王安直接用嘴磕开，还是感觉这样开瓶盖得劲儿，直接交到穆雪晴手上，顺便摸了穆雪晴手一下。这感觉虽然有点粗糙，但是很柔软，心里却是感觉美滋滋的。穆雪晴转头偷看了一眼还在品味汽水的柳如心，似乎没有注意这边，才小脸通红的白了王安一眼。王安随即给自己也开了一瓶汽水，咕嘎的就是一顿造，几秒钟一瓶就造光了，感觉也就那样，糖水加点气，还冰凉冰凉的，也不知道那娘2个那品啥呢，不过挺解渴的。走了呀，坐好了。王安喊了一声，赶车从集市中间穿过，马上要出集市了。王安注意到自己刚才摆摊的地方多了个摊位，摊位主人是个30岁左右的女人，也不吆喝着叫卖，但是前面放个背篓，旁边还蹲了3只黑狗，都很高大，而且每只狗身上都有大小伤痕，还有结痂的新伤。不经意的看王安一眼，都感觉特别凶厉，给人一种随时要咬自己一口的感觉。王安断定这仨狗绝对都是专门赶山打猎的，主要跟铜屯子那几个猎户养的猎狗太相似了，因为猎狗不讨人嫌，毕竟是一点点被拖训练出来的，听话懂事儿，从来不瞎叫唤。虽然不懂咋看狗的好赖，但这仨狗身上的伤疤却也能说明问题。王安立马来了兴趣，早就琢磨买拖好的猎狗了。吁的一声叫停骡子，走到跟前儿，大姐，你这仨狗是卖的吗？看到有人过来询问，这女人似乎很高兴，指着背篓说道：“大兄弟，不是3个，是5个，这5个都卖。”说着掀开背篓里的乌拉草帘子，王安这才发现自己好像整差皮了。一低头，看到背篓里5只小狗挤在一起，伸手巴拉巴拉，5只小狗发出示威的叫声，奶凶奶凶的，只有1只纯黑的，身体也稍大一点，剩下4只都是黑白花的，看着倒是赏心悦目，也挺招人喜欢。可这玩意儿自己又不会脱狗，买也没啥用啊，大姐啊，这5个小的咱先等会再说。我寻思问问，那3条大的你卖不？这女人一听好像有点为难，说道：“卖倒是卖，我就是在这等那人来牵这仨狗呢。”王安一听心想有门，嘴里却说道：“都卖了呀。”摆出一副遗憾的表情，然后又说道：“卖了多少钱呢？我看这仨狗挺不错呀。”这女人也没隐瞒，卖了150呢。我男人说那个最大的狗是头狗，那俩小点的都听他的。想了想又说道：“我男人还说了，我们这条头狗是抬头香，不然可不值这么多钱。这年头一条头狗正常60块钱左右，帮狗20多块钱随便买，3条狗正常100块，这150块钱可是相当贵了。而且专门赶山的猎人很少有卖猎狗的，因为猎狗的淘汰率非常快，赶上倒霉的话，遇上大爪子或者土豹子，那真的是一帮狗直接全没了。正常一个狗帮有4至6条狗，4条是最低要求，不然定不住猎物。一般猎人都是养1至3条狗，不是不想多养，而是根本养不起。猎狗的食量跟猪差不多，是很能吃的，只有在所有猎人之中都能称之为炮手的或者是有钱人，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能力，才能独自养一个狗帮。当打狗围的时候，2、3个猎人的狗合在一起，然后打到猎物后，参加的猎人按股分配。王安道：“看来你家大哥也是赶山的呀，那咋还把狗卖了呢？不心疼啊？”哎，这不是进山掏黑瞎子仓了吗？那子弹哑火了，黑瞎子跑出来了，把腿咬坏了，身上挠稀烂，狗还死了2条。哎，这女人唉声叹气的说道。王安听后心里不免唏嘘，也不禁联想到那仨牲口，差点特么要了自己的命。同是赶山人啊，就听这女人继续说道：“这5个小狗仔也快2月了，我男人说了，那个小黑狗也能出头狗。”王安心想，你男人说啥是啥呀？怎么就这么肯定？出不了头狗损失的又不是你男人，再说我又不认识你男人，他也没教过我咋脱狗啊。王安突然想到村里猎户闲唠嗑时说的狗脱狗的说法，成熟的猎狗带新狗特别容易，根本不用猎人管，只要在小狗们办大事跟着1条头狗和1条帮狗进山，然后就啥也甭管了，小狗自己就慢慢学会找猎物和定住猎物。想到这里，王安问道：“大姐，你这5个小狗仔想咋卖啊？”我男人说了，这是猎狗，虽然小点，1只最少也得5块钱。这女人连忙说道。王安算是知道这个摊位为啥无人问津了。王安还以为这5只狗仔一共卖5块8块的就顶天了呢。在东北，小狗仔出生后因为养不起，都是白送给人，即使白送，要的人也不多，原因也简单，浪费粮食。这年代粮食多珍贵啊，人吃都不够呢。这粮食养几只母鸡，不管是卖鸡蛋换点针头线脑，还是吃鸡蛋增加点营养，都比养狗强啊。现在的人一个个的都营养不良成啥样了？这时候的鸡蛋在农村可是硬通货，有人生病，有人坐月子，用来送礼啥的，可是顶好的东西。5只不到2个月的狗崽子，5块1只，谁管你猎狗还是傻狗啊？东北大笨狗只要拖出来了都叫猎狗，一个屯子才几个猎人啊，即使真缺狗的猎人，有钱的也是买成狗，还得领山上好好试试活咋样，不好都直接给你送回来。即使没钱的，也大多都是跟自己熟悉的猎户要猎狗下的狗仔抱回去慢慢拖出来，花钱买，开什么玩笑？白送人。接手的人要是不会打猎的话，都得好好考虑考虑能不能扛住家里老娘们的指甲盖。王安都不想再谈下去了。
了。这女人她家啥都是好的，啥狗都值钱。王安笑着点点头，就想转身离去。想买狗是真的，可不想当冤大头更是真的。这年头挣点钱多难啊！就在这时，过来2个男的，一个年长的，一个年轻的，跟这女人应该认识，因为这个女的看见这2男的，就把还没走的王安无视了。就听这女人笑着说道：“大兄弟，来牵狗呀！我都在这等你好半天了。”年轻人说道：“大姐，不过这价格咱们得重新谈谈。”女人脸色多少有点变了，说道：“大兄弟啊，咱们这价格不都说好了吗？你看俺家你大哥还等着钱用呢，你咋能变卦呢？”年轻人有点激动的说道：“那也不能坑我呀！再说你们等不等钱用跟我有啥关系？”王安看出来了，这小年轻不懂行，被忽悠了。女人一看小年轻的激动了，立马口气变软：“你看大兄弟你咋急眼了呢？这狗活啥样你也都知道，那你看得多少钱合适？”这时那年轻人看向那年长的，这年长的从来就开始观察这3条狗，似乎是懂狗的。只见这年长的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摇头时还顿了一下。王安也不知这暗号是啥意思，只听年轻的说道：“这样吧，大姐，你这狗已经是4年狗了，也就还能使2年，我只要这个头狗，不少给你，行价60块。”王安一听，知道这年长的点头摇头啥意思。一听这话，这女人有点急了：“大兄弟，你这还价也太黑了吧！再说你把头狗买了，我这2个帮狗卖给谁去？”这女的说的也有道理，帮狗确实很少有人买，除了能吃，只要是个猎狗都能当帮狗使。年轻人说道：“我家6条狗都能当帮狗，我买帮狗也没用啊。”女人很干脆的答道：“不中，俺家你大哥说了，我家狗绝对不拆帮卖。”年轻人皱了皱眉头：“这样，这2个帮狗1条给你10块，3狗一共80，中不中我也不买了。”这时这女人想起王安来了，说道：“刚才这位大兄弟还给150呢，那我还不如卖给他呢，就为了等你我才没卖他。”一听这话，王安心里很不高兴，这娘们不是啥好玩意儿啊，往我身上拉仇恨，我快去个屁的吧！我跟你扯这个里根棱儿呢。没等那2个男的看过来呢，王安直接说道：“我可不买，我也没说假，你们唠你们的，甭管我。”当面被拆穿，那女的尴尬了，那年轻的不高兴了：“大姐，你这人不咋地啊，之前你就说这人要买你狗多少钱，那人也要买你狗多少钱，你这一点不实在啊。”这女的强词夺理道：“我这狗好不好你心里也是知道的，那肯定不能跟普通猎狗比。”那年轻人看了一眼这个女的，也不说话了，拉着年长的转身就走了。那女人还喊了几句大兄弟，那年轻的和年长的连头也没回。王安一看热闹没了，也要转身就走。那女人也不知是被钱逼的，还是有做生意的天赋，脸皮厚：“大兄弟，大兄弟，他不买了，你看这狗你要不？”那女人看王安要走，紧忙喊道：“王安确实想买，因为王安自己不懂狗，可刚才都有人帮他研究好了呀，再想碰着这样的机会可不一定了。”可这娘们忒差劲儿，所以王安没转身，只是转头没好气儿的问道：“多少钱啊？”这女人可能知道自己这是今天最后能把狗卖出去的机会了，赶忙说到：“100块，3条一共100块。”王安气儿还没消呢，感觉还能抻一抻，降点价把头转了回去，又要抬腿：“大兄弟，90你牵走。”这女人急着说道。王安接受了，只不过假装想了几秒钟，然后把腿收了回来，原地转身回到摊位去了。这女人一见王安回来了，又露出高兴的笑脸。王安也没说话，从兜里掏出那堆散的大团结，数出9张递给这女人。这女人接过钱后，似乎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把拴着3条狗的绳子交到王安手上。王安接过绳子后，这仨狗似乎知道自己换主人了一样，对着那女的发出一声悲伤的嚎叫声，就从那女人旁边来到王安旁边，并对着王安的裤子闻了闻，然后各自蹲坐在王安旁边。王安在这之前包括前世从没跟猎狗打过交道，此时是真的被震撼到了，猎狗是真通人性啊！王安还没从震撼中反应过来呢，就听这女人似乎是有点哭腔的说道：“大兄弟，这5条小狗仔你也买了呗，给你便宜点中不？”王安抬头看向这女人，发现这女人眼睛通红，好像是真的要哭出来一样，可脸上确实是满脸笑容，只是眼睛始终看的不是王安，而是挨个看那仨狗。不管这女的是不是装样子，表现的舍不得这仨狗，可王安实在受不了这个女人的眼神了。这个眼神让王安想起前世51岁时71岁的父亲和70岁的母亲来看望蹲篱笆子的王安，那次他们带了炖的鸡肉，鸡肉已经馊变质了，王安当着父母的面吃得很香，而他们走的时候也是这个眼神，满脸的笑容，满脸的眼泪。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来看过自己。王安心想，算了，你特么感动到我了。本来王安的打算是买完这仨猎狗，等回屯子就在屯子找那些有小狗仔的人家直接抱过来就行了，1分钱甭花不说，2家都会很高兴，以后就猎狗拖小狗，一直这么延续下去，省事儿省力又省心。凭自己的枪法，只要有个差不多的猎狗，都不用太牛逼的，在山里负责帮忙找猎物，或者自己附近有生人和危险啥的，帮忙预警一下就行了。可是这5个还得花钱，肉疼多少钱呢？大姐说个实在价呀，整个黑省的小狗仔也没有值5块钱的呀。王安的声音也缓和了下来。这女人讪讪一笑：“俺男人说了，就这个小黑狗值5块钱，这是个狼串子，母狗就下了这么一只小狗仔。俺男人说，这狗的兄弟姐妹在母狗肚子就被这狼串子吃了，母狗头几天还被黑瞎子整死了。这狼串子他爹是只公狼。”紧接着又说道：“这狼串子其实刚过1个月，但比这2个月的4个花狗都大。”王安心想，能不大吗？所有的营养都被这一个狗吸收了，说的悬的棱的，还什么兄弟姐妹被他吃了，真特么能扯犊子。王安笑了笑说道：“那到底多少钱呢？要不你给解释？”“不是，8块钱，8块钱，这5条小狗都给你中不？大兄弟，爱中吧，大家都不容易，给你10块钱吧，这背篓一起给我吧，省得我没法拿。”说着递给这女人一张大团结。王安可是清楚的记得，离这个摊位不远就有卖背篓的，3分钱一个，这玩意儿跟筐一样，是个农村人基本都会编。谢谢大兄弟了。这女人虽然之前看着仨狗眼眶通红，满脸笑容，可说完这6个字后，笑容全没了，牙咬下嘴唇，眼泪也终于掉下来了。王安没敢再看，左手拎着背篓，右手牵着狗转身离去。这狗买的还搭2块钱。王安将背篓放在车上，3只大狗拴在车后的横梁上，随着一声驾字响起，骡子车又走在回家的马路上。王安赶着骡子车，脑袋里很乱。这一天到现在，最让王安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穆雪晴的事情。万万没想到，穆雪晴竟然一直在等自己去娶她。前世的错过就不说了，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而今生自己的重生，好像不是因为自己的遗憾、自己的悔恨，只是单纯的因为穆雪晴就是为他而生的。不过心里这么高兴加兴奋又是怎么回事？王安
安突然想到今天还有一大堆事要做呢，然后就对穆雪晴说道：“雪晴，你把车上咱俩在供销社买的东西全部分成2份，一会儿路过我家，我先把这些东西送家去。”穆雪晴答应一声，开始鼓捣起来。然后就是王安跟丈母娘一路的闲聊，王安把自己的家庭情况以及家人的年龄让丈母娘知晓，丈母娘把穆雪晴的父亲以及弟弟妹妹的情况告诉了王安，让王安了解到小舅子穆雪梨今年18岁，已经订婚了，女方是同村的一个姑娘，今年17岁，等女方18岁，他们就完婚。小姨子穆雪婷今年7岁了，打算明年就让她上学，不然跟老大似的，毕了业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没结婚呢。说这话时，赶上王安回头看穆雪晴，王安发现自己媳妇在白愣自己丈母娘，王安心里偷笑。走到距离杨树屯还有不到10里地时，柳如心突然对王安说道：“姑爷啊，你看后面那4个骑马的，他们从县城跟到现在了，你看你认识不？”听到这话，王安感觉心一突突，然后回头观察了下靠山屯附近的屯子，每个屯子的马都是有数的，而且颜色各异，大部分是骡子和毛驴子，哪有这么多清一色的枣红马呀？这让王安非常愤怒，这是在供销社就盯着自己啊，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有枪的吗？而自己从见到穆雪晴开始就一直搁那傻乐，都要乐傻了，一点警惕都没有。这要是让他们就这么跟下去，知道自己家在哪儿，或者知道穆雪晴家在哪儿，然后黑天半夜来那么一下子，我的天，不就特没有他了吗？我去你妈的吧！这年头这么嚣张的吗？记得前世这会儿农村没这么些事儿啊，基本也没啥感觉啊，只是上一世到南方之后，听人唠嗑，说了一些别的城市的事情，就是一些想象不到的事儿，都发生了。有个老板的一个姑爷被整那啥了，然后老板不高兴了，跟别的老板一起商量，用大机器搞卫生，一起搞卫生。在3年后的下半年的时候，五湖四海一起各种搞卫生，搞得干净利索，各种吃花生米，吃花生米吃到吐，太多人一起吃花生米。第4年下半年就基本是朗朗乾坤了，歪瓜裂枣全收拾干净了。不得不说，华夏这个大机器一旦运转起来，什么好钢硬棍的直接碾碎，碾得稀碎稀碎的。可能是因为前世自己太穷，压根没人搭理自己。卧槽你妈呀，真不消停啊！主要车上还拉着媳妇和丈母娘，不然几枪就完活了。拐过一个弯后，王安强压心里的怒火，笑呵呵地说道：“你俩谁会赶车？我朋友在后头跟着我呢，我去会会他们，你们在杨树屯那棵大杨树那等我。”说完，王安把骡子车叫停，柳如心上前接过缰绳，看着娘俩赶车离去，王安拿着那个包着56瓣的麻袋就往相反的方向走去。此时的王安是越走越来气，越走杀心越重，幸福生活刚刚开始，还没开始温柔乡呢，这特么破烂人又出现了。可这是马路上，这不是深山里，咋把这几个傻逼整死呢？算了，把他们吓走，放过他们吧。可事情往往跟人的意愿往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王安错误的估计了这年头2000多块钱是多大的一笔巨款。想到这里，王安钻进了树林子里，找了一个低矮的灌木丛躲在后头。半分钟后，4个骑马的就过来了，离挺远，王安就听到一些说话声。一个人说：“大哥，咱非得惹那赶山的吗？那种人可比咱们下手狠多了。”另一个人是：“啊，大哥，那小子卖的枪就是水连珠了，手里肯定还有更好的，最次也得是56瓣。”第3个人又不是非得今天动手，才好点半夜清理干净后放把火，一点痕迹都没有，那可是2000多块。又等了一会儿，第3个人继续说道：“你没看那小娘们吗？长得跟仙女儿一样，咱们在冰城那么大的地方也没见过那么俊的呀，你们就不想试试？”哈哈哈！第4个人始终没说话，但是王安却忍不住了。什么这想法那打算的呀？被狼盯上，除了打狼就是被狼咬死。而且听起来这几人不是本地的，是从冰城来的。这年头可是还没有身份证呢，全是靠介绍姓混的。这我还跟你玩什么仁慈啊？这不到10多米的距离，还不是指哪打哪，都不用咋瞄准就是2枪。那个刚才刀逼刀不会说人话的，第一个脑袋中弹从马上栽了下来，第2个栽下来的不知道是哪个，爱他们哪个，反正是挨个崩过去，一人最少1颗花生米。由于这4个人没挤在一起，另外2人在后边呢，以王安所藏的地方看不见那俩玩意儿。听到枪声，那俩玩意儿不往前走了，并高声骂道：“谁在林子里出来？”听着声音似乎也不远，对着声音传来的大约方位，去个得儿的吧！砰砰又是2枪，就听树林外啊的一声惨叫，然后就是物体落地，汤的一声。这小子似乎摔够呛，因为这声音比之前那2个掉地下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大。然后就是这个摔够呛的人的呼救声，喊的啥王安也没听，还有大喊架架和马鞭抽动的声音和马蹄声。最后一个好像已经开始跑了，这特么能行吗？王安马上往林子外跑，跑到马路上就看前面一个骑马的在跑，这时已经跑到100米以外了，马跑的是真快。王安崩完那个骑马的，心里的怒气已经发泄的差不多了，走到这个坐地上哼唧的人跟前儿，大声骂道：“你不是让我出来吗？我出来了，你能把我咋的？跑啊，你咋不跑啊？你们不是要半夜清理干净放火吗？还想试试那娘们儿？知道我有枪还跟着我，都知道我们赶山的下手狠，还往上凑合，你也就20多岁吧，活着多好啊，非得找死，你是不是傻逼啊？”走到剩下那2匹马跟前儿，把其中1匹拴在路边的树上，然后骑上另外1匹。说实话，王安只骑过骡子，还是没马鞍的那种，头次骑马还是带马鞍的，别说正经挺得劲儿呢。跑到那个骑马跑的人身边，用马鞍上挂着的绳子拴在这人的双腿上，直接拖到另外3人旁边，然后挨个把他们先拖到马路边的灌木丛后边，别一会儿过来人了，那麻烦可大了。然后把马路上的血迹仔细处理干净，血迹处理起来挺麻烦的，哪儿都是，有的都渗进血里，把血融化了一小块，反正就是各种埋血，各种踩踏，这温度一会儿就冻好了。牵马进林子，现在人胖子极少，这4人加一起也不到600斤，简单绑个爬犁，用2匹马拉着，尸体全部挪上去，然后把56瓣压满子弹，这才牵马往林子里走去。林子里有的地方树很密，来回绕树，各种拐弯着走，这走的叫一个费劲，一不注意尸体就从爬犁上掉下去了。反复几次之后，气得王安把这几人的裤腰带都抽了出来，然后把他们绑在爬犁上。幸亏现在人的裤腰带要么是麻绳，要么是布条子，不然还真没法整。走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一个挺深的大沟，从沟边往下望去得有20多米，沟的侧壁和下面都是1、2米长的灌树毛子，绝佳的地方啊！继续老操作，掏兜把衣服，把武器从腰上解下来，钱不少，4人加一起得有4、500块，票也不少，一大堆，还有6张介绍信，也没时间细看，统统揣自己兜里。4把刀都是私人打制的那种，把手是鹿皮包的，很漂亮也很锋利，只有2条枪都是短枪，
2把54式子弹也没多少，30多发，这子弹跟56弹的不通用，是圆头的，就这装备也敢干土匪的活，想要对付的还是持枪的猎人。王安实在想知道这4个傻逼咋想的，刚才不如问一下再杀了，一枪没开就全部玩完了，还不如那仨信口呢，全部脱光扔沟里，衣服裤子帽子鞋子聚一起全部烧掉。这4人穿的都是棉大衣，血呼啦的一点回收价值也没有，爬犁就地拆解，麻绳也不是自己拿的，全部烧掉烧完，用刀在树下雪厚的地方扣大雪筷子灭火，这没人踩过的雪也挺硬，全部处理完毕。骑马走人，这2匹马，另一匹是没善的儿弓马，正常骑的马或者驽马，如果是儿马的话，都是得善了之后才能使用，也没想明白是咋回事。而且这2匹马也是个仇，现在还没分田到户呢。屯里除了吕德树和张铁刚2个猎人外，没有私人养马的，只有几匹骡子和驴。哎呀，爱咋咋地吧，回家让老爹和老妈想理由吧。暂时先说是借的。想完这些，王安又想到重生这几天，这才4天还不到黑呢，就整死7个人了。虽然他们都该杀，可是咋就都让自己碰上了呢？搞得自己都感觉自己有点变态了，都杀的让自己没啥难受的感觉了。不应该是这样的，重生回来是创造和享受幸福生活的，不是回来当刽子手的，这特么可倒好。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不是创造的，是摸死人都得来的。王安骑着马边想着，边向媳妇和丈母娘追去。不得不说骑马确实快，这要是骑马打猎的多爽，这要是打到猎物了，把猎物往爬犁上一装，赶着爬犁就回家了，多带劲儿。不然每次将猎物拖回家，都能把自己累得跟王八犊子似的。就说这马是买的，捡便宜买的没毛病。20多分钟后就到杨树屯了，离老远就看到那娘俩站在马车旁，马车停在杨树屯那棵出名的大杨树下。那娘俩一开始可能没认出是王安，因为王安现在骑着马呢，还把骡子缰绳解开了，似乎要赶车跑。穆雪晴还把那条没卖成的水莲珠从麻袋里抽出来了。我靠，这娘们挺刚啊，看样子如果过来的不是王安的话，还真想是88，试一试等离得近了，互相都能看清了。穆雪晴才把那水莲珠又塞回麻袋里，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捡到宝了，这媳妇长得漂亮，身材也好，性格也好，从她的手有点粗糙来看，干活啥的也不差事儿。现在发现还敢舞枪弄棒的，不错不错，正经不错呀。来到马车边，柳如心首先开口问道：“姑爷儿，你那朋友都走了呀？”“那都走了，他们是给我送马的朋友。”王安平静地答道。“那咱们继续走吧。”柳如心满脸的疑问，不过没再继续问。3人继续上路，柳如心赶骡子车，王安继续骑着马。过了杨树屯，王安突然感觉这样走一会儿耽误事儿，叫停了柳如心，然后翻身下马，把穆雪晴已经分好的东西放在马背上，背篓背在自己背上，3条狗牵在手里，然后对柳如心娘俩说道：“婶子雪晴，我骑马在前头走，先把这堆东西送家去，然后你们在我们屯西边的那几棵椴树那等我，就是有老郭喜鹊窝那几棵椴树，也8成可能是我等你们。”柳如心答应一声，穆雪晴就那么看着王安，也没说话，似乎也想问什么。王安对穆雪晴笑了笑，就骑着马牵着狗往家撩去。王安骑马飞奔，狗也撒了欢的跟着跑，很快就到家了。王大柱和刘桂兰看着王安骑着一匹马，骑着的马龙头，马脑袋上的绳套上还拴着一匹马，还牵了3条狗，惊讶地询问道：“这是在哪儿整的马呀？还一下子整了2个？”王安翻身下马，笑嘻嘻地对2口子说道：“这话说的买的呗，看这2匹马咋样？帅气不？”刘桂兰埋怨地问道：“那你买1匹就行了呗，你整2咱家搁啥位啊？”“搁你位啊！”王安笑嘻嘻地答道：“人家不分着卖，说是分着卖，这匹儿马不好出手。”王大柱发话了，他不分着卖，那你就不买呗，这整个马咱们也养不起啊，这玩意儿还得喂黄豆鸡蛋啥的呢，人还吃不上溜呢，上哪儿整这些好东西喂他去？王安挠了挠脑袋，不好意思地说道：“那咋整呢？要不咱们杀了吃肉吧？”2口子下意识地对视一眼，王大柱开口骂道：“你个瘪犊子玩意儿，竟他们说混账话！这么好的马杀了吃肉，我看把你杀了吃肉还重！”王安一看这2口子要做自己的架势，连忙笑嘻嘻地说道：“别生气别生气，你看你俩咋还不时闹呢？这一闹还急眼了，咱们不拿他当种马养，就喂玉米就行。”刘桂兰不耐烦地说道：“你快滚一边拉子去吧，看你就来气，天天就特么知道败家。”刘桂兰说完就皱着眉头很忧愁地看着2匹马。王安笑呵呵的把3条大狗分别拴在下屋门口和下屋旁边的棚子门口。这时王大柱已经牵着2匹马进了棚子里，并分别拴进棚子里的2根平时用来挂东西的桩子上。王安把刚才放到门口的背篓提起来，走到王大柱跟前儿，并对王大柱说道：“爹，你看你抽个空给这5个小狗仔垒个窝呗，不然没处搁呀。”王大柱愣了，然后瞬间就要发火。王安一看老爹表情不对，快速掏出早上买的长白山香烟，直接塞进老爹手里，然后笑呵呵地看着老爹，并对王大柱说道：“爹，儿子特意孝敬您的，您尝尝看好抽不？”王大柱看看手里的烟，嘎巴嘎巴嘴，脸上愤怒的表情直接就消失了，嘴角带着一丝笑意的说道：“你个小兔崽子，学会支持你爹了，中了我一会儿就多垒2个，还有那仨大狗呢。”王安想了想，又从兜里抽出一张大团结，塞进老爹手里，并小声说道：“悄悄的，别让我妈知道。”王大柱美个滋的攥紧那10块钱，看着王安进屋的背影，微笑着点了点头，这儿子没白养懂事儿。王安拎着麻袋直接走进西屋，把56瓣挂在墙上，把兜里的56瓣子弹放进抗琴的抽屉里，掏出一把手枪检查了下，看是满子弹，又把这枪放进另外一个兜里，然后把剩下那把手枪和子弹以及4把刀放进抽屉里，又打开另一个抽屉，从那400-500发散子弹里挑了50-60发水莲珠用的子弹装进兜子。水莲珠用的也是7.62毫米的子弹，只不过跟56瓣的7.62毫米子弹是不一样的，水莲珠的比56瓣的粗。其实水莲珠这枪是非常不错的长枪，威力和射程其实比56瓣还优秀很多。严格意义来讲，这是一把狙击枪，只是枪长3米多，不如1米多点的56瓣携带方便，重量也比56瓣多了1斤多，还不能连发，所以喜欢56瓣的人多一点。但是又因为价格和历史原因，在东北实际使用水莲珠的猎人要比使用56瓣的猎人多出很多那条水莲珠。若是穆雪晴想要的话，王安打算就送给穆雪晴了，不要就拿回来，毕竟值不少钱呢。准备完毕，心里盘算一下，从左胸内兜里拿出那2沓子大团结，然后数出其中40张放回兜里，走到外屋看见刘桂兰在烧火，似乎是想做饭，连忙说道：“妈别做饭了，我买了不少肉包子，你就着这热锅通通就能吃。”刘桂兰
兰闻言，抬头看向王安，本来满脸愁容的脸转变成了满脸怒意，刚要开口骂王安，却看到了王安左手拿着的一大沓子大团结，直接无视了王安右手拎着的麻袋，赶忙起身窜了过来，轻声说道：“哎呀，我的个妈呀，这咋这么老多钱啊？那些东西卖了这么老多钱的吗？”边说着话，边很自然的把钱从王安手里拽了过来，然后就像前几天得到金疙瘩时那种满脸笑意的财迷嘴脸一样的，看得王安忍不住笑出了声。看到王安在笑，刘桂兰也不介意，随即问道：“这一共是多少钱呢？”王安边笑边说道：“1600块钱。”随后又说：“我兜里还留点，一会儿办事儿用。”然后又把穆雪晴的事情跟母亲快速的说了一遍，并告诉母亲他们娘两个现在可能已经到村西那几棵椴树那儿。听完后，刘桂兰也不顾观赏手里的钱了，似乎比起儿媳妇，钱变得一点都不香了，惊喜的问道：“儿子这么说，你自己找到媳妇了？”王安看着满脸惊喜的母亲，点了点头说道：“这不打算一会儿就去他家呢吗？”刘桂兰似乎激动的已经不知所措了，在外屋地转了几圈，又蹦了几下，然后就像一阵风似的就窜到院子里去了，边跑边喊道：“大柱啊，大柱，儿子有媳妇了，儿子自己找到媳妇了，不用再求那几个别种介绍人了。”正在院子里摆弄土坯，用泥和碎草做的土砖垒狗窝的王大柱听到刘桂兰的喊声，也放下手里的挖刀，站了起来，连忙问道：“谁家姑娘多大了？”只见刘桂兰既高兴又激动的一张一合的嘴巴巴的开始复述王安刚刚告诉她的信息。听后，王大柱的高兴一点不比刘桂兰少多少。这一年来，因为王安的名声，王大柱和刘桂兰介绍人不知求了多少，一个个嘴答应好好的，连个相看的姑娘都没一个。为了王安的婚事，都给王大柱和刘桂兰两口子愁坏了。王安看着父母在那乐此不疲的议论着儿媳妇的事儿，便把麻袋扔到东屋炕上，撒小的没在家，出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走出家门不到3分钟，王安就看到已经等在椴树底下的娘俩，赶车拉着娘俩一起去穆雪晴家。两家所在的屯子离得不远，所以10多分钟就到穆雪晴家了。王安感觉自己家就挺穷的了，但是在靠山屯大部分人家的房屋建筑跟自己家都差不多，就是土房子陶土瓦。但是当看到穆雪晴家的房子和院子，王安感觉自己家就是富，牵着骡子车直接进院，拴在用来架晾衣服干的木桩子上，扫视院子3间土屋子，像自家下屋西厢房那么大，屋顶不是陶土瓦片，竟然是土的。这种土房顶非常麻烦，大雪或大雨过后，第一时间就要上房顶，大雪过后得第一时间上房顶扫雪，不然但凡雪化了一点然后再冻上，那整片房顶就全是土冰渣子。东北的大烟炮、大风刮大雪漫天肆虐，那是相当厉害的，碎草根本就守不住土克拉。一个冬天过后，整个房顶的土基本全废了，大雨过后更甭说了，满房顶被雨水冲的全是小沟沟，不及时修理的话，几场大雨过后，不光房子漏了，房顶连着篱笆片子还有领子、树干、房横梁就都烂了，运气好还能扣下来一堆蘑菇。院子倒是收拾得很整洁，下屋就一间连着的，是2间棚子，满院子除了能看到木头担子、木头墩子和那2根木头桩子，啥也没有，干干净净。看到外面进骡子车了，穆华带着穆雪梨和穆雪婷全出来了。王安看到这仨人，立刻拎着麻袋，满脸笑容上前打招呼：“叔您好啊，我是王安，雪晴的同学。”又转头对着穆雪梨和穆雪婷说道：“这是雪梨和雪婷吧？常听雪晴提起你们，不得不说这一家人的颜值那是相当能打。”穆雪晴就不说了，全国不提，最起码黑省无敌。柳如心虽然青春年华早已不在，生活的磨难也把她反复摧残，却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穆华不惑之年已过，病痛的折磨在她脸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却也显得温文儒雅、潇洒倜傥。穆雪梨正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年纪，虽然有点拘谨，却是正儿八经的帅哥一枚。穆雪婷还小，也是皓齿明眸，亮晶晶的大眼睛传神动人，虽然头发枯黄显得营养不良，依旧能看出是个美人胚子。一家子帅哥美女。听见王安的问候，穆华脸上出现一丝笑意，并招手道：“来了呀。”小安快进屋坐。一大帮人呼啦的走进东屋，上炕上暖和。穆华招呼着王安，客气的说到：“屋里的简陋就不说了，最让王安震撼的是，靠北墙有一个木质书架，上面全是书，还有很多很旧的线装本，看着特别老的那种书。经历过这么多事情，这么多年，在这么个小山屯里，还能有这么多老旧的藏书，这种震撼不是一般的大。”看着王安震惊的看着那一书架的书，穆华微笑着问道：“小安也喜欢看书吗？这些书也是这2年才拿出来的，很多书我都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都是那种真笔字，繁体字还都是古文，我勉强能看得懂。小安对真笔字有研究吗？”王安闻言尴尬的一笑道：“我哪有什么研究啊，我初中都没毕业，这天天赶山打猎的，也没怎么摸书啊。”想了想，紧接着又说道：“不过我知道那些老书现在挺值钱的，越老越值钱，京城那边收这种书的人特别多。”王安感觉自己没记错的话，古董文玩这几年就已经开始火起来了，还是提个醒吧，别哪天不当回事，或被有心的人盯上贱卖了。这一家子过后知道了得多难受。穆华闻言愣了一下，没再说话，低头沉思了起来，似乎在想着什么事，场面就这样平静了下来。刚才穆雪梨听到王安说赶山打猎4个字的时候，就想插话，看现在也没人说话，连忙开口问道：“王安哥，你打猎饿不？我跟我们屯的猎户也进过山，他们都被枪领狗的，那野猪袍子都是用爬犁往家里拖，那肉都可劲儿吃，吃不了还能卖钱，真好羡慕的眼神暴露得非常彻底。”王安听完不禁莞尔，笑着说道：“我打猎只能说还行吧，野猪袍子倒是都能打到，但是那玩意儿就吃还行，卖肉是卖不了多少钱的。”穆雪梨立刻一副崇拜的眼神看着王安，并惊讶地说道：“他们每次都能卖20-30块钱，每人都能分10块8块的呢，似乎这10块8块的在穆雪梨眼里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不过这个年代，一张大团结确实是不少钱了。”王安笑了笑问道：“那你怎么不参与进去呢？赶山都是按股分配，多少也能分到啊。”穆雪梨丧气地说道：“我